2025年7月6号，当埃隆·马斯克在社交平台 X 上按下了发送键宣告今天美国党的成立还给你们自由时，美国独立日的烟火余温尚未散尽，这条推文如同一颗投入美国政治深潭的核弹，激起的涟漪瞬间席卷全球，导火索清晰可见。就在24号之前，特朗普在白宫签署了争议巨大的大而美法案。在这个美国参议院以50-50的平局，靠副总统一票勉强通过的法案，不仅一举取消电动汽车税收抵免，减轻清洁能源补贴，大幅增加了对传统能源的补贴，更将未来10年减税4万亿美元与提高债务上限5万亿美元捆绑通过。5月底，刚从政府效率部卸任的马斯克得知此消息后，愤怒地表示，这个法案是疯狂的支出和战略性的破产。在法案通过前，他在 X 上发表了多条贴文，痛斥两党视为单一利益集团，甚至公开呼吁弹劾曾资助他2.9亿美元的特朗普。而特朗普在随后撤回了马斯克密友加里德·埃萨克的 NASA 局长提名，原因直指其曾向民主党捐款，双方就此公开决裂。那这支刚刚官宣的美国党到底是个什么来头？从马斯克发布的核心纲领来看，就是3句话：财政保守，科技优先，绝对言论自由。首先，马斯克高喊要削减国债，目标是把美国几十年来积累的35万亿美元债务拦腰砍掉。这个听上去和共和党的传统财政保守一脉相承。不过马斯克还想要继续投资 AI、量子计算、脑机接口等超前科技领域大笔砸钱，甚至要提出以机器人军团降低国防支出。其次，绝对言论自由，这一点也和特朗普闹翻直接相关。马斯克把 X 改造成凡事想说就说，法律底线之外无审查的圣地，这样传统左派和保守派都头疼。大选之年，各种新闻满天飞，谁都怕被马斯克的算法养出来。但对于马斯克来说，这反而是他的流量护城河。要你不封我，我就有话语权；你封我，我就把封禁当宣传工具。还有个冷门条款，鼓励生育。别看这听上去像是梗，但马斯克是真着急。作为众所周知的生育先锋，他在 X 上多次表示，人口崩溃是地球最大风险，要求给多胎家庭更多税收减免和科技补贴。美国党内部计划干脆把生理养育放进税收方案里。最后，马斯克定下的首轮政治 KPI 也很开放。2026年，先拿几个参议院和众议院席位，稳住第3党的基本盘。2023年以后，冲击更大规模的摇摆州选票，把赢者通吃撕开个口子。启动资金更是碾压传统政治，200亿美元注资，创美国政党史上最豪纪录。推特平台的6800万美国用户瞬间成为选民池。理论上听着很燃，但实际上，美国2党制可是用钢筋混凝土浇筑出来的。美国党这颗火箭真有那么大推力吗？从历史经验来看，马斯克这条路并不好走。美国政治史上的第3党始终是民主共和2大主流政党之外的体制外存在。在美国赢者通吃的选举制度下，小党往往面临结构性生存危机。美国制度规定，任何选举中得票最多的候选人即可赢得全部席位或选举人票，即便其得票率未过半数，甚至多数选民对其反感。根据政治学上的杜瓦杰定律，我们可以了解到，这种简单多数选举办法制度的国家天然倾向产生2党制，因为选民为避免浪费选票，会策略性的将支持转向最具竞争力的2大政党之一，从而产生2党专政的情况。这一点在美国体现得非常明确。联邦选举层面方面，总统选举实施选举人团制度，候选人必须赢得某州简单多数普选票才能选取该州选举人票，这使得即使在全国范围获得可观支持率，若无法在任意州获胜，最终将颗粒无收。国会方面，众议院435个席位均采用单一选区制，每个选区仅有1名胜出者。小党候选人即使获得20%到30%的支持率，只要未达相对多数，便无法取得席位。前美国国会中，除民主、共和2党外，仅有个别无党派议员，且他们仍需依附大党党团运作，而且各州对新政党进入选票也没有非常严格的条件。如加州需13万注册选民支持或收集110万份签名，德州需17万签名，且证明地域代表性。
昆尼皮亚克大学民调显示，90%以上选民最终倾向支持两大党。在这一情况下，民主共和两党100年积累掌握的基层动员网络、媒体关系及聚合捐款渠道是非常恐怖的。2024年俄亥俄州联邦参议员选举中，两党广告投入即达5亿美元。小党在这种双重挤压下，要么迅速消亡，要么如绿党般长期边缘化，这就导致美国长时间诞生不了能产生较大影响的第三势力。不过例外还是有的，美国历史上确实还出现过一些两党制下的破局者，重新塑造了国家的政治局面。比如1848年的自由土壤党，在蓄奴制争议白热化时，提出自由土壤、自由劳动、自由人纲领，坚决反对奴役制向西部扩张。该党在1848年总统选举斩获10%普选票，迫使两大党正式一体。6年后，其核心成员联合反奴隶制势力组建共和党，并于1860年助林肯当选总统，成功取代辉格党成为新两党之一。还有是西奥多·罗斯福创立的进步党，因不满共和党保守化，这位前总统另立门户，提出最低工资、环境保护等进步主义纲领。尽管最终未当选，但进步党一举获得27%的普选票及88张选举人票，直接导致共和党分裂，并使民主党威尔逊当选。此类政党虽因领袖退出迅速衰落，却证明克里斯马型人物能短暂冲破两党藩篱。现在想要在50个州注册合法党派，美国党至少得收集200万以上选民签名，还要和各州选举委员会斗法。共和党和民主党对新党向来是团结一致对外，能卡就卡，能告就告。当年亿万富翁罗斯佩罗在1992年砸了整整1亿美元，也才拿到19%的选票，席位呢0个。再看马斯克，虽说身价3630亿美元，打钱不含糊，但钱能买来的只是平台和话题度，买不来州一级党务网络和社区人脉。美国两党在地方层面有几百万基层跑腿员，一个个给选民递传单，带人去投票站，这种地毯式组织能力是硅谷金主们最头疼的脏活累活。马斯克最硬的资产是 X 平台，这个平台能放大声浪，却未必能转化成具体选票。要知道，你在网络上喊支持是一回事，真到大雪天跑去投票站又是另一回事。还有一点，特朗普可不会看着你拆台，白宫放风要查 SpaceX 的国防合同，国会共和党也有拉黑名单的呼声。若真要翻脸，NASA 和五角大楼的商业合同一旦被叫停， SpaceX 的现金流就会出现大窟窿。所以美国党这波要想从一堆建党 PPT 走到真刀真枪的选举大战，先得熬过现实这道铁闸。光靠科技理想主义加巨富金主，在纸面上讲一个全民自由梦还远远不够。不过如果我们把视野放长远一些，马斯克这步棋真有可能改变美国政局吗？有一点不可否认，美国党打出的几张牌确实踩中了当下美式政治的两大破防点，一是财政焦虑，二是对信息自由的极度渴望。在左右互骂的华盛顿，年轻人最不满的就是债务高的离谱，养老还要背锅。另一边，舆论对主流媒体和硅谷算法独裁又恨得牙痒痒。从某种程度上看，美国党更像是马斯克的个人政治 IP， 推特平台流量的绑定试验。如果他真能用星链 SpaceX 火箭打造出美国高科技爱国者标签，或许真能撕裂两党稳固已久的舆论地盘。但这也意味着，一旦美国党冲破不了第三党魔咒，马斯克很可能从全球顶流流量王变成选票黑洞。特朗普威胁清算只是第一步，拜登阵营、财政部、国防部也很可能联合发起多点围剿。而不管结果如何，可以肯定的是，2026中期选举这盘棋，美国党绝对会成为全世界看热闹的带货党。美国党的事儿就说到这儿吧，我是大兵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